大家好啊，我是云飞。上次我们对比了 MIUI 14和鸿蒙 4.0， 这不小米的 HyperOS 就来了嘛，所以我们再来一次对比。我们先和 MIUI 14对比，然后再和鸿蒙 4.0 对比，来看看小米的澎湃系统动画提升了多少，以及和鸿蒙 4.0 的对比有哪些不同，都是使用目前最新的系统。点下头皮收藏。那我们开始，我们现在先来和 MIUI 14对比。我们先来看锁屏。这里采用的都是官方默认的这个锁屏方式啊。我个人感觉 HyperOS 明显会更灵动一点点。我们放慢来仔细看一下。下拉通知栏，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HyperOS 的它时间延续是做的比较好的。就是它是从状态栏直接这样缓缓放大下来的，这个动画你们喜欢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版 MIUI 14的，我们可以再来对比一下。控制中心 WiFi 和移动数据，它的逻辑改变了，逻辑它是变成了长按，本来是只需要轻点的。但是这个动画是非常好的啊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对比。原本的小米妙想中心现在是改成了融合设备中心，我也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如何使用的。它是集合了我们家里的一些设备，是可以直接从这里点击进入的。操作逻辑上确实是更方便了一些，但是它这个动画目前不是太好啊。就在这个界面会有比较多的卡顿，它会先闪一下，然后里面它是这样一个状态，就是同一个家庭啊，它是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。现在的是更好了一点，但是我感觉还可以有优化的空间啊。除了一些你目前现有的设备，你还可以在里面看到你自己设置的一些快捷指令，这点是非常方便的啊。然后在这个界面的动画是非常好的，一点都不会卡顿。个人感觉上面是适配的一点小问题。控制中心和消息中心目前的切换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动画效果目前来说也是没有区别。应用打断动画。放慢4倍之后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HyperOS 的遥遥领先。我来操作的更快一点，让大家再看的仔细一点。然后再放慢4倍，大家观察一下，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。应用回到桌面 ，HyperOS 和 MIUI 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了。现在，它在重绘图标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回弹的动画，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。然后我再放慢来给大家看一遍。应用分屏动画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在应用的选择上，它们的逻辑也是不一样的。MIUI 14它是专门给你一个界面，而 HyperOS 它是回到了我们的桌面，而且在分屏界面也有其他的选择了，可以手动切换到最小，切换到最大，或者说关闭分屏。现在小窗也是这一套逻辑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小窗，大家可以注意到左下角和顶部都有不同。然后就是一些细节上的改变，就比如说我要给大家演示的录音机，
开始录制之后，大家可以在左上角看到有所不同啊。HyperOS 它是有一个小小图标，而MIUI 14是一个蓝色的点。我们点击之后，你会发现 HyperOS 的这个动画是真的流畅，而且回退它也依然是回到刚才那个位置，是不是？有那味儿了啊！然后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文件夹模糊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接下来的是状态栏模糊和控级空白处回退的一个效果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画。我们来放慢4倍，再慢慢观察一下。HyperOS 它在回去的时候，就是控级空白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毛玻璃效果是缓缓减少的，而MIUI 14它则是非常快，在4倍的状态下都是很快的啊。不知道你们这一回喜欢哪一个版本呢？然后是这次新增加的充电动画，我们也一起来对比一下。这个是在亮屏状态下，接下来还有在锁屏状态下的。可以发现 HyperOS 它是做了2套，一套在亮屏时候用，一套在熄屏时候用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看下来感觉如何？是不是和上一期鸿蒙对比的MIUI 14有一些我觉得不好的地方？小米的 HyperOS 都进行了改进，动画变得更顺滑了。接下来就是和鸿蒙 4.0 对比，在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淘宝110补贴双11已经开始了，全网低价，买贵必赔，价格力拉满了。通过 B 站观众专属通道，最高再领1000元的大红包，补上加补，可以上淘宝搜索淘补贴249，或者退出全屏，点击评论区链接进入会场，全年低价，抢先一步，1年1度把握住。那么下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选的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，像今年大家一致好评、性能超强的 Redmi Note 12 Turbo， 淘宝补贴115，到手仅需要1649。像是最近非常火的小米13，淘宝补贴521，到手仅需要3348。小米平板6高清全面屏也是超值的价格，淘宝补贴了196，到手仅需1649，力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热门数码爆品，1年1度超低价，错过再等1年。还有网红零食速食，吃的穿的用的全品类补贴超低价，品质售后由淘宝110补贴全程保障，买的更放心。该省省该花，淘宝补贴我就花，天天补贴天天低价，早买早划算。而且相比之下，在淘宝110补贴买东西，假一赔10，买贵必赔，专属客服现在淘宝搜索淘补贴249，或者点击我评论区的链接就能买了。领了红包，平台还有补贴，补上加补，下单不要太划算。不说了，我先冲了。别忘了10月31号晚上7点打开淘宝，连下3场双11红包雨，最高1111元红包等你抢。和鸿蒙对比，当然小米的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版本哈，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，还是锁屏和开锁的一个动画，同样的都是使用默认的一个锁屏。大家可以注意小米这边的这个动画效果是真的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。HyperOS 的这个动画舒服了。我们再来看看状态栏下拉的一个动画效果。这么说吧 ，HyperOS 的这个动画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啊，而且动画的延续性也是非常合理的，就这种流畅度，哇，丝滑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切换消息中心和控制中心。这方面说实话 ，HyperOS 或者说MIUI 的这个逻辑还是非常好的啊，就不会那么吃力。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控制中心的一个动效 ，WiFi 方面它们都是这样展开的，而小米是长按的嘛，这个鸿蒙这边它是点按，动画效果都非常不错啊。这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华为做的还是挺好的，就是它的智慧中心和超级终端是可以在边上自己关闭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没有华为的生态，我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关闭掉，而不是一直显示在那边。小米的需要到
通知语状态栏里面去关闭，会稍微麻烦一点点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应用打断动画，大家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，然后我们再放慢4倍，大家来仔细看一下这二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是文件夹的背景模糊和呼出动画，大家也可以放慢来看一下。这边大家可以发现华为的动画会更细一点，它背后的应用它是堆叠出来这样出现的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从状态栏进入设置，退出华为的是进入桌面的设置工具，而小米的是直接消失，这点和MIUI 是一样的啊。在设置动画这块还是一样的逻辑，和MIUI 14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华为它这个设置会上下跟随，而小米的是一直定在最顶端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小窗的逻辑。小米的小窗是上滑关闭，华为的小窗是需要点击右上方的小叉，这一点小米的会更方便一些。然后我们再接着来看它们的分屏，华为的分屏模式进入会方便一点，但是小米的分屏模式 HyperOS 的功能会更多一点。你看小米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个功能，而且都还挺实用的，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最小化、最大化都是有的。HyperOS 这是录音机更新的功能挺好的，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它的录音机。HyperOS 是直接进入，而鸿蒙它是直接一个浮窗的形式，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？然后他们俩的动画都做得非常的好啊，这点是无可挑剔的。这个动效啊，真的是我是很喜欢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息屏充电动画，不得不说鸿蒙这个充电动画是真的，非常有质感，很高级啊。然后这是亮屏的充电动画，你觉得你会喜欢哪一种呢？或者说小米这种两套方案你会更喜欢吗？在和鸿蒙对比的最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息屏，哇，真的非常舒服啊！刚才 HyperOS 的它充电动画那个效果，就是上面那个效果，其实是充斥着整个系统 UI 的一个使用逻辑的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开启一个静音，它这里会有提示；开启一个勿扰，它这里也有提示。这就有点像灵动刘海。大家应该都看到过锁屏切换的效果，就是在这个壁纸与个性化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流畅且顺滑的一个效果。不过这个目前只有3种类型的这个锁屏啊，希望后面可以增加一点这个样式，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。里面可以调整景深，然后也可以调整一个效果，都是非常不错的东西。整体看下来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小米澎湃 OS 的动画相较于MIUI 14来说，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，在流畅度方面是遥遥领先于MIUI 14。我个人觉得这波升级是非常值得的。今天应该是第一波14系列在线下交付，我应该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机子了。大家到手了可以自己对比对比，确实还是蛮不错的。希望可以尽快适配到其他手机。我是云飞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支持。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。